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扒开程毅衣服就一直嘴瓢，果然是连程毅都忍不住吐槽啊！在娱乐圈里，杨紫和程毅这对神仙搭档总能带来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。最近一次在拍摄花絮中，杨紫因为一场戏需要扒开程毅的衣服，结果整个片场都笑成一团。不仅杨紫当场嘴瓢，连程毅都忍不住当众吐槽他到底在紧张什么。这场原本极具情感张力的戏，就这样被两人演成了一出轻喜剧。可笑归笑，从这个小插曲也能看出两位演员的默契与真诚。花絮曝光，杨紫嘴瓢名场面引爆全网。事情起源于富山海的一段拍摄花絮。那场戏中，杨紫饰演的女主角需要在危急时刻撕开萧秋水程毅的衣服，查看他胸口的伤势。剧情本应紧张而悲怆，但没想到拍摄一开始，杨紫却因为太紧张而频频出错。导演喊 action 后，杨紫情绪饱满地冲上前，一边喊着你别动，一边手忙脚乱地去解程毅的衣扣。结果扣子刚解到一半，他忽然嘴瓢，把伤口说成了香口，瞬间把程毅给逗乐了。程毅一边忍笑一边努力憋气，可终究还是没绷住，笑出了声。杨紫，你这是给我找香口呢？程毅憋笑吐槽，全场工作人员都笑翻了。导演无奈喊卡，杨紫直接蹲得捂脸，尴尬到不敢抬头。他后来在采访里也笑着说，那天我太紧张了，主要是那场戏氛围太近太真，结果一慌神就嘴瓢了，还被程毅笑话到现在。嘴瓢现场，从紧张到笑场的全过程。据现场工作人员爆料，这已经不是杨紫第一次因为情绪太满而嘴瓢。程毅拍戏时十分入戏，氛围一旦铺开，情绪就浓烈。而杨紫是典型的情绪型演员，她会完全沉浸在剧情里，一旦镜头转到真情流露的瞬间，常常因为投入过度而出现一些可爱的小事故。那天的拍摄一共拍了6遍。第1遍，杨紫解扣子时太用力，把扣子直接扯飞。第2遍，她一句台词忘词，干脆愣在那儿。第3遍，她紧张的差点把衣服扯反方向。到了第4遍，终于顺利揭开衣襟，却一激动嘴瓢说错了词。第5遍，她憋笑没成功。第6遍终于完美通过，导演才满意的喊过。程毅在旁边调侃说，你这场戏拍出了我一辈子的心跳次数。杨紫瞪他一眼，却自己也笑弯了腰，那你就当提前锻炼心脏吧。两人笑闹的互动被剪进花絮后，网友立刻炸锅，评论区满是杨紫嘴瓢名场面，又加一程毅笑到不能自拔，这俩人怎么越来越像情侣综艺现场的留言。还有粉丝调侃，杨紫的嘴瓢是剧组的吉祥物，一嘴瓢就出名场面。从戏内到戏外，默契是时间的沉淀。如果说嘴瓢只是表面笑点，那么杨紫与程毅之间的默契才是观众真正感受到的温度。从沉香如屑开始，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。杨紫的表演灵动真挚，程毅的表演克制细腻，两种气质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到了富山海，他们的合作已经进入心有灵犀的阶段。一个眼神，一个呼吸节奏，甚至一句未说出口的词，程毅都能接得上，杨紫也能自然地顺势反应。在采访中，程毅曾提到杨紫的专业态度，她是那种很认真、很纯粹的演员，戏一开机就忘了自己是谁。杨紫则回敬说，程毅是我合作过最能让人安心的搭档，他的情绪稳定到可怕。或许正因为这种双向的尊重与信任，才让他们在拍摄时可以如此放松，哪怕出现小差错，也能笑着化解。程毅的吐槽，
温柔背后的调皮。别看程毅平时文静低调，其实私下里是个特别有梗的人。尤其面对熟悉的搭档，他总能用一句话把气氛点燃。那次嘴瓢事件后，程毅在采访中被问到杨紫那天是不是特别尴尬，他笑着回：他尴尬，但我更尴尬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该帮他接台词。他一紧张就容易嘴瓢，这我早习惯了。程毅的这番话引得主持人爆笑，那你以后要不要多给他几次嘴瓢机会？程毅一本正经地回：不能惯，他嘴瓢我就吐槽，防止他太得意。这段采访一出，网友直呼程毅这语气像急了拌嘴的老夫老妻。5. 杨紫的自嘲：我嘴瓢但我真诚。面对网友调侃，杨紫倒是很大方的回应：嘴瓢是我一生的宿命，但也证明我入戏了吗？他还开玩笑说，我每次拍戏都怕导演喊 action， 因为从那一刻起，我的嘴就不受控了。其实杨紫的嘴瓢体质早有名气，无论是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沉香如屑》，还是综艺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中餐厅，她都曾多次因嘴瓢制造笑点。但这份可爱，恰恰让观众觉得她真诚，她不会伪装自己，也不怕出糗。那种自然流露的笨拙，反而成了她最动人的特质。而程毅恰恰是那种安静稳重的类型，他的冷静与他的热烈形成了绝妙对比。一个笑着打破沉默，一个温柔的包容笑点，难怪他们的组合总被粉丝称作笑点制造机。6. 网友热议：这才是真实的搭档关系。嘴瓢事件曝光后，网友评论区热闹非凡。有人说，这两人不演浪漫戏太可惜，光拍花絮就能剪出偶像剧。也有人打趣，杨紫是嘴瓢界的艺术家，程毅是忍笑界的天花板。更有粉丝认真分析，其实这就是他们默契的体现，可以自然放松的对戏，不用刻意演。甚至有网友做了剪辑，把杨紫嘴瓢、程毅笑场的片段混剪成甜蜜 NG 合集，播放量破100万。有人感叹，比正片还甜。7. 幕后团队揭秘，两人关系像家人一样亲。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杨紫和程毅在片场相处非常自然，几乎没有偶像包袱。程毅常常会在休息时帮杨紫拿水、递剧本，而杨紫则时不时逗他笑，活跃气氛。他们之间的互动不是刻意营造的 CP 感，而是长期合作下建立起来的信任和默契。有一次程毅拍打戏摔倒，杨紫第一个冲过去，边喊你没事吧，边帮他拍灰。程毅笑他，我这是男主，不是小孩。杨紫回怼，那你就别摔。两人互怼一番，气氛反而更轻松。这样的相处模式也让剧组拍摄过程充满温度。导演感叹道，他们像家人一样，会为彼此考虑，这在剧组其实很难得。8. 从嘴瓢到经典，观众眼中的真情流露。有趣的是，网友后来重看那场嘴瓢戏时，居然觉得那种慌乱更真实。有人评论，杨紫那一瞬间的表情太真了，嘴瓢反而让人物显得更生动。也有人说，这可能就是杨紫最可爱的地方，她演的不是角色在紧张，而是真人在感情里慌张。导演后来也承认，那场戏最后用的镜头其实就有一点小瑕疵，但我觉得那种真实感太动人了，所以保留了下来。于是，一个意外的嘴瓢反而成了作品的情感亮点。9. 程毅的温柔回击，玩笑背后的信任。嘴瓢之后，程毅没少在采访里调侃杨紫，但那种调侃从来不是取笑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包容。他说，他有时候太认真了，认真到会慌。我喜欢他这种投入的样子。短短一句话，让无数网友感叹，这大概就是尊重与欣赏的双向奔赴。从彼此欣赏，到相互信任，再到自然笑闹，他们的关系逐渐从合作伙伴升华成朋友，
家人般的存在。这份默契不靠炒作，也不靠刻意营造，而是在一次次笑场、嘴瓢、意外中慢慢沉淀。结语：笑场背后是最真的温情。娱乐圈的表演常常充满控制与精致，但杨紫和程毅用他们的意外告诉观众真实的情感，才最打动人。那一场扒开衣服就嘴瓢的戏，也许只是个小插曲，却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。笑着走过尴尬，温柔面对差错，这就是最好的搭档关系。正如网友评论的那句：“他们的每一次笑场都是最真实的温柔时刻。”而这就是杨紫和程毅让人忍不住想笑，又忍不住心动的原因。